有没有小伙伴曾收到过别人反唇相讥的赞美，比如你真的很努力，看起来很漂亮，或有人用愉快的语气告诉你些坏消息，以缓和打击。那么同样道理，有人有时会说和做一些起初看起来不错的事，但经进一步推敲就不那么好了。我们自己也可以有看似积极的品质，如果仔细观察，实际上可能会揭示出一些消极品质。想知道你有什么吗？那看下去吧。我们来说说，按专家的说法，5个常见好品质，实际上可能只是伪装的负面品质的例子。1. 实话实说。经常会有人说你太实诚了吗？而你通常会回答说，你只是在保持真实，或者你会说别人没有勇气说的话吗？按照心理学家杰森·怀廷博士的说法，一个人不需要把想法都告诉别人，尤其是当情绪变得消极时，因为残酷的诚实，实际上对谁的人际关系都是弊大于利，所以要小心，不要把它当作粗鲁、麻木和不得体的借口。2. 有条理。临床心理学家艾伦·亨德里克森博士说，过于有条理或天性不妥协，往往是不健康的完美主义表现。虽然注重细节和为每件事制定计划没错，但我们也应该注意，这不会让我们变得过于僵化、紧张，或者给我们带来的情感伤害多于帮助。如果您觉得这支影片很有帮助，请点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。那么继续下一点。3. 自信。有些人可以在不自知的情况下虚荣，因为他们有意无意地把虚荣伪装成自信。根据社会科学家和心理健康作家安娜·勒曼德的说法，社交媒体与这有很大关系，人们需要不断上传漂亮的自拍照。然而，它并没有制造出这种假象，相反，它只是让我们的虚荣心浮出水面。记住，自信来自经验，而虚荣心往往缺乏现实基础。4. 情感力量。虽然有些人可能会说，哭泣或生气是软弱的表现，但压抑自己的真实感受也不是情感力量。肯塔基咨询中心的专家表示，与情绪做斗争意味着压抑自己内心的感受。有人担心可能会显得软弱，或者只是喜欢把自己的情绪隐藏起来，这是很常见的，但这就好比把污垢扫到地毯下面，把沸腾的锅盖上。所以不要把不能以一种健康的方式、建设性的表达和处理自己的情绪误认为是情感力量，因为它实际上恰恰相反。5. 价值导向。治疗师达纳·赫伦博士在今日心理学上解释说，我们评判他人是为了感觉自己比他们优越，其中一种方式就是打着将我们的价值观强加于人的幌子。虽然有坚定的信仰、道德和原则没错，开放的心态和疑人不用也是有道理的，尤其是当实际上事不关己时。那么，你有我们刚才提到的哪些点吗？你认为自己的哪些积极特质可能是变相的消极特质呢？虽然我们可能不愿承认，但我们都有不完美的地方，但最重要的不是我们完美无缺，而是我们认识到自己需要改进的地方，并努力变得更好。你说是不是？如果喜欢本期影片，记得点赞并分享，感谢收看，下支影片不见不散。记住，你很重要。